欢迎收看截拳武馆的影片。今天我们要来讨论的主题是如何提升自己的格斗技巧。有很多的朋友会问我说，我要怎么样呢，能够去提高我的实际的格斗能力？其实啊，我们的格斗能力的提升，最重要的除了日常的训练之外，再来就是你需要有足够的经验。我们在自我训练的过程当中，往往会忽略掉一些所谓的合理反应。我们常常用的呢，都是所谓的理想化的方式去做练习。例如我们在一般可以看得到的传统武术的训练方式，或者是格斗技的训练方式，都可以看得到类似所谓理想化练习的结果。什么叫做理想化的训练呢？理想化的训练就是我们把所有在训练的项目都把它去设定成对我们最有利，或者是完全按照我们所想的方式去走，而不是去按照各式各样的可能性，甚至是自己不擅长处理的方向去进行练习。我常常跟学生讲，我们今天在训练的时候，要去做到所谓的100%的完美，100%的要求。那是因为我们在训练的时候，我们都是在一个可控制的范围之下去训练我们自己的动作。可是如果今天我们在训练模拟搏击，或者是我们自己在做个人训练，又或者是有伙伴可以进行对练的时候，我们就要尽量的去达到非理想化的训练过程。所以今天拍这支影片，就是为了要告诉大家，我们如何正确的去思考我们会面临到的情况，以及去调整我们的练习方式。首先要跟大家讲的第一个点就是，我们要去设计一个合理的目标，也就是一个合理的练习对手。什么叫做合理的目标跟练习对手？你必须先去很明确的在你的脑海当中去设定出你的对手的身高、体重，以及他会使用的攻击方式。你也可以把它想象成他所学的武术种类，也就是他会对你出招的一个模式。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设定？因为你要做了这样的设定之后，你的对手才不会天马行空，也就是你想象中的这个对手，他才不会乱七八糟的使用各式各样的招式来跟你进行对打，也有利于你自己去模拟这样子的情况，去得到一个所谓的正确的结果。第二点就是你也必须去设想你自己所属的情况。例如说，今天我想要练习的时候是跟人家以手对战、以脚对战，或者是手脚都可以用，或者是你要加入抓擒、扭抱摔，甚至是地板技。你要做好这样的设定之后，使用适当的环境跟设备去进行练习，才能有效提高你的效率。例如我要打沙包，你就不该去设定成我今天要跟对手进行扭打。如果你要扭打，你可能要换成人形沙袋或者是跪姿沙袋去进行相对的练习才是正确的。第三点就是你必须去模拟你的环境。你现在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你在电梯里面，你在楼梯间，或者是你今天是在擂台上，或者是今天你在马路上、公车上，或者是你突然被别人袭击。这个各式各样的情形也会跟你接下来的安排有关。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一点。当你设计的越详细，当你思考的越周密，你的真实度才会提高，你才能够经由练习跟别人互动、模拟练习，来去提高你的知识当中的正确性，才不会自以为这样只是对的、有用的，而你实际上在面临到情况的时候却是没有用的。第四点，也是其中当中我个人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去模拟你的打击防御方式。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说直白的就是，你如何去控制你的速度、你的力道以及你的连结性。很多人在练习的时候都会忽略掉这个细节，他会认为我现在练习就是要打得越快、越好、越有力，我才能够去练习到我要的目标。可是我可以告诉大家，这是不正确的想法。其实今天你用慢速度去进行练习，你可以掌握到更多的细微。你可以去体会你身体更多的用法，而不是只是靠速度跟力量在做，因为你有可能会遇到速度跟力量都比你还要高的对手。如果今天你只是用力量去压制你的对手，或者是你必须要用尽全力才能去达到这样的一个期望跟目标，那你就很有可能在未来遇到一个肉体能力比你强大的对手的时候，你就注定要输给他。这是一个没有办法避免的事实，所以大家不要认为以柔克刚、以慢制快是天方夜谭，大家很容易都被中国大陆在流行的这个打假传武的这个部分去模糊焦点。
其实大家一定要很明确的去知道一个重点，就是没有所谓的传武或者是近代格斗的这种打假的这种概念。这个概念在本质上是错的，因为是人在学武术，是人让一个武术或者是一个格斗技或者是一个技术变得有用跟没有用。在武术的本身是无辜的，所以请大家认清这一点。不管今天你学的是近代格斗技，不管今天你学的是传统中国武术，又或者是你学的是国外的巴西柔术或任何武术，今天会让一个武术变得没有用的，会是人，而不是武术本身。所以，我们怎么样正确的去划分训练方式，才是正确的方案。用知识、用常识、用科学的方式去训练，你才能够得到最好的效果。那现在就让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模拟练习概念。我的训练方式主要 focus 在我们的上半身，而对手也就是使用手部来进行攻击，而我也是用手部进行攻击。那我今天在模拟这个对手的时候，我想要去模拟这个对手的打击方式比较偏向拳击的方式，也就是标准的拳击出手、直拳的出手方式、勾拳的出手方式、下勾的出手方式，双手的防御的角度就在自己的下巴，然后会使用身体的晃动，会抬手进行防御练习，然后呢不会用脚。这个就是我的一个训练点。那因为我想要去训练我对于这样子的动作的攻击、防御的切换效果，所以我做了这样子的模拟安排。第一点就是你先去做出你预计对手会做的动作，你必须要去做到你的脑海很明确，对于你的出手速度、打击的角度、打击的位置，甚至他所走过来的路线，你都要很明确的去知道。你打出去的模式会拷贝成它的模式，所以假设我今天的距离我都是设定在我跟我相当的距离，所以对手的直拳他就会这样子朝我的脸部打击过来，所以你记得你打击的点也是要朝你自己的鼻梁相对的这个高度走，所以你就不要打到这个低的位置，所以你就要朝这走，所以你就会知道我的一个打击速度，那包含对手的手势，他放在自己的脸前面，这样的直拳方式，这样子打过来。它就是走一个这样的路线，你就会掌握到这个节奏。好，那这就是 1, 2的方法。那在这个 1, 2的情形下，我想要训练什么？我想要的训练就是我要去闪避这个 1, 2，或者是封挡这个 1, 2而进行反击。那很简单，我们就要把这个速度先降低下来，让自己的动作有个明确的把握。所以 1, 2它降低下来之后，它就是 1, 2这样的方式 ，1, 2这样的方式。然后接下来就要换成我去防御这个动作，所以 1, 2我这样接 ，1, 2我这样接开。好，那掌握到了这个接法之后，就是这样的 1, 2胖胖接 1, 2胖胖接，胖胖接之后，接下来要做什么？也就是当这个 1, 2它被挡开了之后，它会有空门，所以代表这是他的左手，因为它是 2嘛，我们从 2的时候去反击他，所以当对手打过来的 1的时候，我是用右手接，接下来用这边接，接完了之后我从这边出手，所以就是对手过来的时候 1, 2打。所以当我习惯了这个节奏之后呢，对手朝我开始攻击的时候，也就是代表他 1, 2过来的时候，我会接 1, 2，然后左手在这个位置。再来就是你要去设定好，我是左手接了之后打，还是我接的时候打，这个都不一样哦。所以比如说假设今天的情形就是我是 1, 2打。你就是这样的感觉去抓，所以代表 1, 2之后棒，这里它就会被击中，代表过来的时候 1, 2接，然后打。那 1, 2接了之后打，还有所谓的 1, 2在 2的时候同时去击中，也就是1, 2的时候，在2的时候这个就要击中。这个时候就有个重点，重点在哪里？重点就在你在2的时候，你不会像1, 2, 3这样子的节奏去打击，而是1跟2个2同时去进行动作，所以你会变成你的步伐跟身法会不一样。那因为会不好做，所以你要重新去抓感觉，就代表对手在 1, 2过来的时候，我在 1, 2的时候我就要做，所以先用慢动作的方式去模拟这个感觉 ，1, 2这样的方式去接 ，1, 2的方式去接。对手的路线你不可能从中间去挡住它，你一定要带一点回拨。所以在做 1 的时候，就会看到我们的路线是从侧面过去；2的时候，身体就要开始往这个方向移动，拨开的时候同时进行打击。所以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就会变成1, 2直接打。再来就是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个重点，
对手在打击的时候，他都是打击你所在的位置，也就是打击你的头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尽量不要用猜的，而是我们真的去看到对手的动作，进而的产生预判也好，或当下判断也好，你再去进行反应动作，你才能够确保你的闪避、移动这些是有效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阿里曾经在一场比赛上面，他站在这个绳索旁边，利用上半身的摆荡。这个除了预判、预测路线，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是，他没有让他的头一直停留在一个固定的地方。这是在拳击当中非常常看到的一种闪避的模式，所以意思也是一样，只是在这里大家可以加入所谓的压迫式打法的一个练习，也就是对手在这个拳头能够打中我的距离之下。他打第一拳的时候，我进行这个方向的闪避，因为右手是从右边过来的，所以我的头原来在这个位置，我会将他的手在打出来到我这里的时候移开，切到这个点，而我在这个点的时候，他再从左手从这个方向打过来的时候，我会进而的再切到这个位置。当我的头原来是在这条线上的时候，对手的一拳从这里打过来的时候，他要往这里追是比较容易的。可是他要往这里追，也就是他在出手的时候要往这里是比较困难的。就如同我们打过去这样子转是简单的，可是打过去要往这里就很奇怪。这个就是顺向跟逆势的一个差别。所以当我们今天人家一拳朝我们的鼻梁、脸的部分打过来的时候，也就是一个拳头。拳头过来的时候，我们进行这个方向的闪避。那你可以注意，我的头就是从这个位置移动到了这个位置。接下来他的另外一只手会朝我这里打过来，所以在过来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往这个方向去做切入，所以它的角度会让它越切越大，也就代表对手的动作会先从原来的直线前进，变成往右边的部分追过去，这个时候头已经移动到这里来了。这种所谓的压迫式移动打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技巧。在拳击当中，也很多人会去练习这样的方式，尤其像泰森。所以大家要掌握这些的重点就在于，当对手在进行1、2，我们在进行闪避的时候，你去进行打击，这就是跟刚刚不一样。刚刚在练习的就是先防御再打击，现在我们是先闪避、切入，然后再打击。一样，切入打击也会分成2种，哪2种呢？一种就是我闪了1，闪了2，接下来3出手攻击。另外一种是闪了1，要闪2的时候，同时左手就补进去。这个就是同拍跟非同拍2种不同的打法。截拳武馆，改变生活的截拳道。世界最完整的截拳道影音平台，超过100支免费教学影片，不管是截拳道基础课程、训练方式、搏击加强，都可以一站满足。记得按下喜欢、订阅、打开小铃铛，让您随时可以接收我们的资讯。YouTube、Facebook 搜寻截拳武馆。